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吃了10几年降糖药，每天按时吃，但血糖就是不老实，像做过3测一样忽高忽低。这种情况其实太常见了。问题出在哪？不是药不够强，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找对方向。药物只是把数字压下去，身体里真正出问题的地方根本没动。中医说得很清楚，血糖高背后藏着3重问题。脾虚了，吃进去的东西运化不掉；气不足了，身体代谢糖的力气没了；阴液耗干了，燥热一烧，糖分越堆越多。光靠药物压数字，就像洪水来了只堵缺口，不去疏通河道，早晚还是会缺滴。那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答案其实我们老一辈早就知道了，就藏在每天都能见到的厨房里。普普通通的食材，便宜好找，家家都有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玉。今天要分享的这10种食物是经过中医1000年验证的，现代科学也找到了它们降糖的真正原理。有的能模拟胰岛素的作用，有的能在肠道里把糖分直接拦住，有的能从根子上修复身体代谢糖的能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是食物，不是药，没有副作用。天天吃，越吃身体越好。先收藏，然后接着往下看，别错过咯。第一名，苦瓜植物胰岛素。苦瓜这个名字听起来不讨喜，但对血糖高的人来说，它真的是个宝。中医认为苦瓜性寒，能清热解渴，特别适合那种口干、烦热，总觉得身体有火气的糖尿病人。现代研究也给苦瓜找到了科学依据。苦瓜里有一种叫苦瓜皂苷的成分，结构跟胰岛素有几分相似，能帮助血糖顺利进入细胞被利用，而不是堆在血里，所以才有植物胰岛素这个说法，并不是夸张。最简单的喝法是苦瓜姜茶，取酒克苦瓜干，加3片生姜，放进保温杯，用热水泡着喝。生姜是护胃的，苦瓜性寒，两者搭配，既发挥了苦瓜的降糖作用，又不至于伤了脾胃，一举两得。第二名，山药，脾虚型糖尿病的克星。很多人血糖高，其实根子在脾虚。脾是管消化运化的，脾虚了，吃进去的东西没法好好转化利用，糖分就只能留在血液里出不去。山药是平补脾肺肾的好东西，色白入肺，味甘补脾，汁液粘稠，又能滋养肾阴，3个脏腑一起照顾到。现代研究也发现，山药能帮助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，改善身体对糖的耐受能力。这个搭配值得记下来。新鲜山药100克，或者干山药片30克，加黄芪30克一起煮水喝。黄芪补气，山药健脾，两者合力把脾胃的运化能力慢慢补回来。第3名，桑叶，降糖最厉害的一片叶子。桑叶在中医里地位很高，能清肺润燥、清肝明目，但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厉害的本事，控制餐后血糖。桑叶里含有一种叫 DNJ 的生物碱，它能抑制小肠里负责分解糖分的酶。简单说，就是给糖分的吸收踩了一脚刹车，让你吃完饭血糖不会一下子冲上去，而是慢慢平稳的升。每天泡1杯就够了。干桑叶6克，配枸杞9克，用开水反复冲泡当茶喝。枸杞养肝明目，跟桑叶是绝配，喝起来也没什么怪味，坚持下来很容易。第4名，洋葱，餐桌上的天然降糖药。很多人炒菜才用洋葱，却不知道它是糖尿病人的日常好帮手。中医认为洋葱性温，能理气和胃，化湿消食，对脾胃虚寒、湿气重的人特别友好。现代研究发现，洋葱里有一种叫胡皮素的物质，能刺激胰岛素分泌，帮助身体更高效地利用血糖。更重要的是，洋葱本身升糖指数很低，吃了不用担心血糖波动。生吃比炒着吃强多了，试试这2种方法。第一种是醋泡洋葱，洋葱半个切薄片，泡进苦荞醋或陈醋里，冷藏腌1夜，
每天吃几片，生吃能最大程度保留胡皮素。醋本身也有稳定餐后血糖的作用。第二种，别浪费洋葱外层的紫皮，胡皮素含量最高，洗干净加水煮10分钟当茶喝，简单又省事。第5名，肉桂，肾阳虚导致的糖尿病用它。肉桂是厨房里的调味料，很多人想不到它跟降糖有关系。中医认为肉桂能引火归元，补命门之火，专门对付那种下半身怕冷、手脚冰凉，但上半身又容易上火的情况。这类人往往就是肾阳虚，火力不够，运化失常，血糖自然也容易乱。现代研究发现，肉桂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让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更灵敏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厨房里就能搞定。肉桂粉1到2克，1/4个苹果切块，加250毫升水，连同肉桂粉一起煮10分钟，每天喝1小碗。苹果的果香中和了肉桂的辛辣，喝起来暖暖的，特别适合怕冷的人。如果嫌麻烦，直接用肉桂粉泡温水喝也行，一样有效。第6名，秋葵，黏糊糊的降糖高手。秋葵切开那层黏糊糊的汁液，很多人觉得奇怪，甚至不喜欢。但那层黏汁恰恰是精华所在，它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，进入肠道后能把糖分包裹住，减少糖分被吸收进血液的量，同时还能延缓胃排空，让你吃完饭不容易饿，血糖也不会飙得那么快。有个很多人没试过的懒人方法，秋葵洗净去蒂，前一天晚上放进杯子里，用40至60度左右的温水泡着，加黄芪9克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把那杯水喝掉。黄芪补气，秋葵控糖，泡1夜的水里2样的精华都出来了，坚持1个月，很多人反应效果明显。第7名，黑苦荞，桑高克星，天然胰岛素激活剂。黑苦荞在云贵川一带早就被当成养生宝贝，当地人叫它进肠草。它最核心的成分是芦丁，属于生物类黄酮，能软化血管，清除自由基，还能让胰岛素的工作效率提高。更难得的是，苦荞本身不升糖，血糖高的人吃了反而有助于把血糖往下拉，是少数既能当主食又能辅助降糖的食材。泡茶是最省事的方式。炒黑苦荞15克，加3片生姜，一起泡茶喝。生姜暖胃，苦荞控糖，两者搭配，脾胃不好的人也能放心喝。第8名，燕麦，稳住餐后血糖的主食替代者。燕麦是公认的健康食材，但它对血糖的好处，很多人说不清楚原因。中医认为燕麦性平味甘，能补益脾胃，润肠通便。现代研究则找到了更具体的答案。燕麦里含有大量葡聚糖，这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吃进去之后会在肠道里形成一层粘稠的屏障，大大减慢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，让餐后血糖平稳上升，而不是一下子冲到顶。这2个搭配建议收藏好。第一个是燕麦山药粥，纯燕麦片30克加新鲜山药100克切丁，一起煮20分钟。燕麦的葡聚糖和山药的粘液、蛋白双管齐下，延缓糖分吸收的效果更强。第二个是燕麦苦荞饭，纯燕麦粒20克，黑苦荞20克，少量大米混合煮饭代替白米饭，既降低了整体升糖指数，又把苦荞里的芦丁一并吃进去，一顿饭2个效果。第9名，黄芪，补气降糖的将军药。黄芪在中医里是补气第一药，很多糖尿病人有个共同的感受，浑身没劲，说话有气无力，稍微动一下就大汗淋漓，这就是典型的气虚。气虚了，身体代谢糖分的能力就跟着下降，血糖自然压不住。黄芪能大补脾肺之气，气足了，脾胃运化的能力就回来了，糖分不再堆积在血里。现代研究也证实，黄芪多糖能直接调节血糖，保护胰岛细胞，还能增强糖尿病人的免疫力，
减少并发症的风险。记住这个黄金3件套：生黄芪15克，枸杞10克，干玉米须10克，3样一起放进保温杯，加500毫升沸水焖20分钟当茶喝，可以反复加水泡1整天。玉米须也是辅助降糖的好东西，三者搭配，补气养肝控糖一步到位。第10名，西兰花。补个护胰岛的绿色卫士。西兰花看着普通，超市里几块钱1颗，但它对糖尿病人来说价值不普通。中医认为西兰花性凉味甘，能清热补虚，强健脾胃。现代研究发现了一个关键点，西兰花富含铬这种微量元素，铬是胰岛素正常发挥作用必不可少的搭档，身体缺铬，胰岛素再多也反应迟钝。补充足够的铬，能显著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让身体重新对胰岛素变灵敏。加上西兰花升糖指数极低，多吃也不用担心。做法要记住一个原则，别过度加热。西兰花200克掰成小朵，沸水焯2分钟捞出，用蒜末、少许盐和橄榄油凉拌就好。炒太久会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，焯水足矣。每周吃3次以上，坚持下来效果才看得出来。说了这么多，核心就一句话，血糖高不是单纯的糖多了，而是身体运化出了问题，脾虚、气虚、阴液不足，3重根源不解决，光靠压数字永远治标不治本。今天分享的这10种食物各有各的侧重。苦瓜、山药、桑叶负责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和阴液。洋葱、秋葵、西兰花在餐桌上直接拦截糖分吸收。黑苦荞、燕麦替换主食，降低每日升糖激素。黄芪、肉桂则针对气虚和阳虚的体质做深层调补，搭配起来用，把该补的补上，该疏通的疏通，才是真正把问题从根子上解决。1日3餐这样安排，照着做就行。早餐用燕麦山药粥代替白粥，配1杯桑叶枸杞茶，给肠道提前踩刹车，稳住一天的开局。午餐主食换燕麦苦荞饭，配醋泡洋葱或凉拌西兰花。饭前喝几口黄芪玉米须茶，补气暖胃。晚餐少吃清淡，用真山药代替部分主食。饭后泡1杯肉桂温水，适合怕冷的人暖身控糖。喜欢喝茶的话，黑苦荞姜茶可以当全天茶饮，随时补充。这些食物不是药，不要指望吃2天就见效，但只要把它们慢慢融入日常饮食，1个月、3个月坚持下来，血糖的波动幅度、整体的精神状态都会悄悄发生变化。最后要说清楚一点，每个糖尿病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血糖控制状况、正在服用的药物、有没有并发症，这些都有差异。今天分享的这些食疗方法只能作为日常饮食的辅助参考，不能替代正规治疗。如果你打算认真调整饮食方案，最好还是先跟自己的主治医生确认一下，结合自身情况来做，才是最稳妥的做法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。片尾我推荐的视频里还有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，帮你和家人活得更健康、更长寿，记得一定要看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